皮外伤经创上药之后不会有什么大碍，只是他因伤口感染高热不退，而且如今村中药材短缺，恐怕今夜得靠他自己熬过去了。若是天亮之后高热退去，此关才算安然过了。小春，村中还有很多病人等着你照顾呢，你缝完伤口处便去忙吧，这里交给我就行了。好。家珍婚，何必？我只是为了帮你退热，你别误会。梦中之人，为何这般真切？美梦都是如此的。别走！我不走，我从未想过要离开。看看舌头，不愧是化疗师，平日身子保养精细，就连恢复起来也比旁人要快得多。我都说了我无妨。高热暂退，但还会反复几日，切不可掉以轻心，必得等着箭伤引起的热毒彻底消了之后，才可移动奔波。听小春的。给我吧。我自己来。听小春的，若是伤口再撕裂的话，还得麻烦小春。如今小春要照顾的病人很多，不能再劳累了。病人？是啊，你们不是想知道我们被劫以后都发生了什么吗？我要说出来，
你不许动粗。你说说看。昨夜，你们撞见的那2位，便是劫我们的山匪。那日，我们被劫后，他们以砍手作为要挟，逼我给方圆写信，索要赎金。大夫，牡丹，小春。我跟大夫小春准备逃走时，发现我们并非身处在什么贼窝。那些山匪，并非是真的山匪，他们只是因为受灾染病，无路可走，为了活下去，只能拿起屠刀来劫道。当我看到那些衣衫褴褛、食不果腹的孩童，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做到漠然置之。于是，我们决定不逃了，留在这里，为众人治病。村民们都是性情中人，知道我们的决定后都十分感激。于是，我立即追加了第2封信，向方圆报平安。谁知道，六郎的速度这么快，信还没有到，就带着你先来了。幸好山匪是假，要是真的进了贼窝，姐姐贸然逃走，若是被抓住了，只怕真的要砍手了。真山匪也是求财，如何挣钱可是你姐姐的老本行。她那3寸不烂之舌，定不会让那些山匪砍掉。喝粥吧你。总之啊，大夫跟他们不打不相识，已经拜了把子了。来了这么久，怎么没见到大福姐姐？我跟小春发现这里病人的病与4年前洛阳的那场瘟疫很像，需要牡丹入药。于是我派大福连夜赶回方圆取花，今日应该就可以回来了。你还没说你呢，你的伤是怎么回事儿？不过是为3郎办事时大意了。你不是有金丝软甲吗？同僚家业难免有5级相伴，万一碰到察觉了就不好了。看来蒋军这逢场作戏，入戏的挺深啊。还不是因为爱妾不告而别，独留我一人敢去赴宴。怎么了？是不是伤口撕裂了？我看看，别渗出血来。牡丹，嗯，昨夜你何时走的？我烧的糊涂，没说什么混话吧？敷了几块帕子，你高热便退了。我走之前，你都一直昏睡不语。怎么了？做噩梦了？没什么，就是想起昨夜的帕子冰得很。随口一说。